1624年，郑成功出生于日本，本名郑生，其父为大海盗郑芝龙，其母田川氏，来自于日本低阶武士家庭。历史上，我们对于郑成功的童年所知甚少。他理当受过日本武士的训练，但时间不长。郑芝龙在1631年，也就是郑成功7岁时，就派人到日本将他接回福建受教育。郑成功很早就展现了惊人的学习能力，11岁时便已熟读《春秋》，14岁时成为秀才。1644年，20岁的郑成功进入南京国子监进修，也就是在同年北京沦陷，崇祯自缢于景山。南方出现多个反满武装集团，其中郑芝龙是当中最有实力的军团。起先，郑芝龙支持福建的隆武皇帝，而郑成功也随父亲到了福州。然而，1646年，满清攻明。郑芝龙决心降清，隆武皇帝的军队被清军围攻，最终隆武投井自尽。自此，郑成功与父亲郑氏决裂，带着几十位亲信、2艘帆船登上厦门的小岛，誓言反清。首先，郑成功在南澳募兵300，并透过以寡击众的方式攻占泉州附近的武装盗贼宅子。郑成功的军事技能和统领能力在这些小规模的战役之中逐渐培养起来。1650年，郑成功已掌握了一支训练有素、有实战经验的军团。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熟悉陆海战事，于是他们向郑家的老巢厦门展开秘密的军事行动。1650年秋天，厦门仍然被郑氏长亲所控制。郑成功带着几十位精兵来到厦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发动了政变。顿时，这位26岁的少年成了东亚海域最强大舰队的指挥官，控制着4万人的陆水军团以及当时最重要的港口厦门。1650年年底，在围困10月之后，平南王尚可喜所率领的清军终于攻破广州，是为庚寅之节。意大利传教士魏匡国在其著作《鞑靼战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的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最后，他们在12月6日发出布告，宣布封道。除去攻城期间死掉的人之外，他们已屠杀10万人。除了屠城的悲剧以外，广州城被满清攻破，意味着在西南的南明永历政权与东南沿海被切割开来，经济受到巨大影响。郑成功决定率军前往广州，然而郑家军许多部将对此一行动持反对态度，大将施琅便是其中一位。施琅认为此时派兵时机不宜，甚至说他做梦到这个行动会有很不好的影响。但郑成功不接受部将的意见，反而卸除了施琅的指挥权。然而，事实也如施琅所意料一般，郑氏舰队在前往广州的路途上遭遇台风，造成人力物力巨大的损失。雪上加霜的是，清军在得知郑军南向之后，偷袭了厦门。堂叔郑芝绾见清军袭击，直接放弃抵抗，任清军进城搜刮，大量的战备米粮和枪炮被洗劫一空。郑成功手任郑芝绾，并整装部队，开始对福建沿海的城市、山寨进行武装骚扰。郑成功重新组织部队单位，每队壮丁手持2英寸厚的藤牌，抵挡清军的箭矢和骑兵部队，并以长距离的刀刃混搭火箭、火筒，以手代攻。郑成功的威望在这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不少地方军阀加入郑家军，从几十人的乞丐部队，这时的郑成功已成为割据闽南的精锐势力。1652年4月，郑成功陆海军包围漳州，清朝为解漳州之围，出动数百艘战舰进犯厦门。郑军方面也出动战舰迎击，双方交战于崇武。清朝水师大败，郑成功俘获500艘清军战舰、100多艘粮船。这场战役是明郑与清帝国水师的关键转捩点。
自此以后，明郑水军完全碾压清朝水师。另一方面，在陆战部分，清朝大军逼近漳州旁的海城，运用优势的陆上兵力和炮火，完全压制了郑军的守备。1653年5月，清军的优势火力的掩护下，开始渡河。一位郑成功的部将杨英回忆这场战争时说道：“始如雨下，人难站立，我兵战作死惧。”然而，郑家军的敢死队早在此之前在河道埋伏好了炸弹，待清军一登上河岸，郑成功下令引燃火器，地雷轰炸，清兵立时尸横遍野。杨英回忆道：“这一场对抗是死中得生，岂止是背水一战？如果不是国姓爷亲自作战监督，我们不可能逃此险境。”至此，清朝的福建陆海军皆受到严重的打击。1655年。满清再次集结部队进攻闽南地区，铁帽子王爱新觉罗嫉妒，率领满蒙汉军进攻明郑控制的区域。郑军在陆战部分节节败退，郑成功决定放弃城池，退守海上。1656年4月，清水师再次集结战舰，准备进攻厦门。郑成功也集结主力舰队于围头附近，战火一触即发。郑军水师大破来犯的帝国战舰，清朝水师溃散。帝国官员至此才真正意识到，大清在海上完全不是郑军的对手。于是，在6月，清廷颁布禁海令，不许大清的船只与明郑来往，违者论死。然而，这项政策反而使得明郑彻底垄断了东亚一带的海洋贸易，使得郑军更为强大。在这段期间，郑成功重整军队，建立明确的信号系统。此外，他还打造了一支新的精英部队——虎卫清军。士兵从头到膝盖都包覆着重装铠甲，手持盾牌和头盔，皆画上凶恶的虎面，为的就是对抗满清强大的铁骑部队。1659年年初，爱新觉罗多尼率领3路大军进犯永历政权的首都云南。郑成功闻讯，率领1500艘战舰、10万大军、8000匹军马、数以千计的水手往南京前进。意大利传教士里科罗称，这是中国海域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舰队。郑军顺利统治了长江沿岸的重点城池，尤其拿下了瓜州和镇江，更是意义非凡。因为这两座城市位于大运河的节点位置，控制了这两座城，意味着切断了大清南北的粮食枢纽。郑成功于此时写下一首诗，表明他的志向：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10万气吞吴。是干天谴投边渡，不信中原不信诸。接着，郑家军包围南京城，但是郑成功只围不攻，希望南京居民自愿投降。后世许多历史学家称这是郑成功得意忘形的结果，但实际上南京城坚若磐石，易守难攻。若发动攻城战，必消耗大量部队。若在满清主力部队来到的时候，便因为攻城而有大量的消耗，那之后更是难以抵抗机动性更高、火力优势的满清军队。郑成功需要的是直接面对清军主力部队，并且消灭他们，才有可能真正迫使南京投降。然而，清朝的南京指挥官萨哈尔察卡卡木出城与郑成功一决死战。不熟地形的郑军，由于兵营之间相距过远，协调不易，个个被满清军队前后包抄，只能往长江退守。卡卡木同时布置了大清硕果仅存的战舰偷袭郑军，给从路面撤离的郑成功部队造成巨大的损失。最终，郑军在牺牲了2万名士兵、几百艘战舰之后，退出长江流域。虽然胜利，但清军也是惨胜，八旗部队于此一战折损过半。1660年，清帝国在西部战线彻底击溃南明政权，永历帝奔走缅甸，在东部战线又抵挡住了郑成功军队的进攻，迫使他们退回厦门。于是，帝国的安南将军满洲人达素率领水陆大军再次进犯厦门，希望彻底解决残余的明朝势力。然而，好不容易重建的满清水师在厦门战役中再次惨败。在此战役中，郑成功亲自督军，
郑军水师凶猛进攻清朝战舰，清朝水师全盘覆灭，安南将军逃到福州畏罪自杀。1661年，郑成功再次拒绝清廷的劝降，其父郑芝龙与郑氏宗族在北京被斩。至此，清廷已充分意识到他们没有一点可能挑战明郑的海军，因此清廷出台新的政策——迁界令，从山东到广东，人民往后迁30里到50里，且不许任何船只出航，以坚壁清野的方式斩断郑家军的经济。这项政策彻底打击了明郑的经济命脉，不能再透过巨额的沿海贸易利润来维持明郑庞大的海军。除此之外，这项政策也改变了17世纪中国与海洋发展的关系。在当时世界级的尺度范围内，中国拥有一流的贸易商港，如浙江的温州、宁波、台州，广东的广州、潮州、惠州。但在迁界令的影响下，这几座大港城市放弃了长期赖以繁荣的海上贸易，其中人民的生活样貌也被剧烈的改变，并非所有人都真的迁徙到内陆。在地方上强大的武装宗族能够继续待在县外，且由于迁界令所造成的真空，这些大族更进一步扩张势力，掌握了更多土地和资源。另一方面，弱势的人民被强制迁徙到内陆，虽然政府给予诸多税收特权，但大部分的人并没有得到土地，反而成为了流离失所的流浪者。这些人或成为内陆的土匪，或成为海盗。福建、广东大量流离失所的人，也成为后来迁居台湾的主要人群。1661年4月，郑成功决心进攻台湾，以维持其经济命脉。当时，荷兰已控制台湾台南一带将近40年，建立起了复杂贸易网与强大的要塞。台湾是荷兰远东贸易中的经济枢纽，带给新兴的荷兰帝国巨额的财富。当时，荷兰总督奎伊持续关注大陆东南沿海的政治情势，并且早已收到消息称国姓爷准备攻台。台湾总督府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巴达维亚皆已准备好迎击郑军的来袭。一场东西交战的世纪风暴即将爆发。